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醉生梦死谁成器，拓马长枪定乾坤。挥军千里山河在，立名扬威传后人。今天的故事啊，从西晋末年的一位神秘人物说起。公元312年，永嘉之乱发生后的第2年，前汉镇东大将军石勒刚刚经历了攻伐江南，出师不利，从打南方啊回军北上。那么经过多年的战乱，沿途一片萧条，田地荒芜，没人耕种，河水里边啊偶尔能看见正在腐烂的尸体。行走了一段时间，石勒军中粮尽，士卒们饿到两眼冒金星，为了活命只能对自己人下手。一开始呢是一些重伤员无故消失，紧接着一些轻伤员突然不见，再后来呢就是身子骨比较弱的，年龄比较小的，行进途中落了单的。白天还是大活人一个，晚上啊已经进了锅。这个期间军中啊有一名叫郭黑略的将领引起了石勒的注意。每次这部队啊撒出去抢粮食，别的人啊经常是空着手回来，只有郭黑略时不时的满载而归。从前这个人啊只会打仗，最近呢却有点料事如神。石勒感到很奇怪，于是呢他把郭黑略叫到自己的面前，问道：说孤不觉卿有出众智谋，而每知军情吉凶，何也？说黑子啊，我一直以为智谋这一块啊不是你的长处，可是最近你总是能提前做出预判，你跟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郭黑略啊对石勒倒也毫不隐瞒，一五一十的回答，说将军你啊果然英明神武，难怪连神仙都来帮你。最近我遇到一位神仙，他说将军你啊将会成为华夏之主，他还说他是你的老师。我最近呢其实都是按照他老人家的指示行事，才碰巧略有所得。这石勒一听，心想我的军中还能有这样的人物，于是马上派郭黑略去请来相见。过不多时，一位慈眉善目的和尚走进石勒的大帐，7、80岁的年纪，一身洗得发白的僧袍，肩膀的位置打着补丁。再看这和尚的长相，是高眉深目，不像是中土人士。石勒就问啊，您从哪里来呀？和尚回答说是天竺。石勒又问，您有何灵验呢？有没有什么才艺展示一下吧？这和尚就说，佛之道广大精微，却可以小观之，既然你想看，那我就露一手吧。说完呢，从打怀里拿出一个钵，盛上水，托在掌心。这和尚呢嘴里念念有词，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眨眼间，那个钵里边啊生出一朵青色莲花，是颜色清丽，光滑夺目。这一手把营帐里的所有人看的是目瞪口呆。毕竟那个年月没有手机，也没有抖音、推特、YouTube， 人们几乎全都坚信这一定是位得道高僧，唯独石勒对他将信将疑。听说这和尚啊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于是几天以后，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石勒呢顶盔贯甲，手持长刀，躲在一处所在，然后叫来身边的从人，让他去找这老和尚，并且交代说，你就说大将军到了晚上就不见了，你给帮忙找找吧。哪知从人来到这和尚的住处，这和尚呢迎面就问说，平居无寇，何故夜言？好好的又没有敌情，大将军怎么还顶盔贯甲藏起来了呢？快回去告诉他，早点洗洗睡吧。又过了一些时日啊，不知道哪个旁门左道的术士惹恼了石勒。这石勒呢一怒之下要把这老和尚给一块都杀了。可是突然哪儿
都找不到这和尚。到了第二天呢，这石勒又后悔了，他心里想着是不是自己心生歹意，导致和尚离我而去了呢？想着想着，突然这和尚呢不请自来，他说：“我呀，知道你昨天是心中愤怒，所以暂且躲避。今天呢，你心生悔意，我这才又赶来见你。”这石勒听了以后呢，赶紧大笑着加以掩饰。从此以后，对这和尚啊是心悦诚服。这位高僧的名字叫做佛图澄。如果按照史书的记载，此人堪称是16国时期的第一神僧。年少学道，妙通玄术，善诵神咒，能一识鬼神，又能听灵音，一言吉凶，莫不灵验。这种记载，这种故事，还是那句老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可以不必上纲上线。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的节目，这是慢聊五胡16国的第3集，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说西晋末年啊，饥荒瘟疫肆虐，草寇盗贼横行，刀兵四起，弱肉强食。而我们这期的主人公石勒，大字认不了一筐，他究竟是怎样做到从一个奴隶成长为一方霸主的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有关羯人石勒的故事。石勒字世龙，上党武乡羯人。上党武乡大致位置啊，相当于今天的山西榆社附近。羯人又称羯胡，这是一个在魏晋时期独有的神秘民族，短暂出现之后消失不见。有人说他们啊是公元前2000年生活在新疆一带的吐火罗人的移民，有人说呢他们是公元前176年被匈奴人征服的某个部族，说法不一，无法解释。根据史料综合来看，羯族人有着深目高鼻多须的容貌特征。如果记载无误的话，按照现代人种分类的理解，羯族啊应该属于印欧人种。这些羯族人啊什么时候来的中国已经无法考证，但是在石勒生活的年代，滨州上党郡，就是今天山西的东南部，已经是羯族人聚集的主要区域。石勒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部落里的小头目，但是羯人们的整体生活环境啊似乎并不太好。石勒的青少年时代给人放过马，当过小贩，做过雇农，基本上是勉强糊口的一个状态。说这一天，14岁的石勒跟着同乡做小买卖，来到了京师洛阳。头一次感受到大城市的繁华，这位异族少年忍不住倚靠在城门上发出一声长啸。笑是一种情感抒发方式，流行于魏晋，现在已经失传，只能意会，没法言传。那么石勒的这一声长啸成功引起了远处的一位政府官员的注意。这官员呢姓王，名衍，字一甫。王衍见识不凡，或许是从这个笑声中啊感受到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杀气。他马上环顾左右，说道：“相者胡除，吾观其生，事有其志，恐将为天下之患。”这个胡人小孩不简单，将来恐怕会祸乱天下。于是呢派人去抓，但是晚了一步，这石勒呢早已经走的是无影无踪。有一说一，甭管有心无心，这王衍的评语啊极其精准。许多年以后，他本人也死在了石勒的手上。这一段咱们在上一集有过详细的讲解，感兴趣的可以去找来看看。说这石勒又长大了一些以后啊，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同乡的有2家大户，一个叫郭靖，一个叫宁屈。看这石勒家里边实在是太困难，这俩人呢就时不时的给点钱，给点粮食加以资助。石勒呢无以为报，只能是经常到这俩人的田里面卖力的干活，
耕种。八王之乱闹得正欢的时候啊，滨州发生了较大规模的饥荒和暴乱。这石勒呢，和家人在逃难的过程中走散了，孤身一人辗转回到家乡。这路上呢，差点被人抓去当了奴隶。刚好遇到了当初资助过他的郭靖，石勒呢就哭着拜倒，讲述了自己这一路上的艰难险阻。郭靖这人啊，心肠很好，当下卖掉货物，给石勒呢买了一些衣服和食物。吃饱了也喝得了，石勒给郭靖啊出了个主意，说你看眼下这形势啊，赶上这么个大灾之年，不能这么耗着。咱们这里啊，没饭吃的胡人有很多，如果把他们劝诱到冀州卖掉，这一本万利的买卖他不就做成了吗？胡人们被卖了，有饭吃，能活下去，咱们呢可以赚钱，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郭靖认为啊，他说的很有道理，他们的想法啊很好，可是有人比他们早了一步，而且身份地位在当时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谁呢？东营公司马腾。司马腾也想这么干，并且很快抓了包括石勒在内一大批胡人，两胡一家押到冀州去卖。幸亏押送的这军官啊，里边有郭靖的族兄，对石勒格外的照顾，所以尽管路上很多胡人病饿而死，石勒也是吃了一些苦，但终究还是保住了一条性命。这一年石勒刚刚20出头，他被卖给了池平一个叫施欢的当奴隶。可能是感觉这个胡人啊非比寻常，没过多久呢，施欢就把他给放了。石勒呢终于恢复了自由身，但是整个天下已经动荡不安。一次偶然的机会啊，石勒结识了附近牧场的一个头领叫吉桑的，俩人很快以牧场作为掩护，干起了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无本买卖，又聚集了郭黑略等黑恶分子18人，号称18飞将。这个黑社会性质的强盗团伙至此初见完成。他们的胆子很大，为了壮大规模，他们甚至跑进皇家牧场盗取军马，然后又骑着这些军马四处抢劫。到了305年啊，吉桑石勒投奔到了公师藩的麾下。公师藩不久后战死，吉桑以为成都王司马颖报仇的名义，拉起了一支队伍。石勒呢就在吉桑的手下充当先锋大将。307年，这一伙人成功攻占了邺城，追斩了坐镇邺城的司马腾，又在城中杀万余人，劫掠大批的妇女珍宝，弃城而走。渡过黄河，来到兖州地面，他们碰上了个硬茬，人送外号屠霸，时任兖州刺史的狗西。在相持数月，大小30余战之后，吉桑和石勒败下阵来，死伤1万余人，收敛了残兵败将，结果又被官军所败。吉桑败后被斩，石勒呢辗转回到滨州，投奔汉王刘渊刘元海，从此开启了他多年转战南北的传奇生涯。公元308年，汉王刘渊以刘聪为帅攻打壶关，命令石勒领其麾下7000人马为先锋督导。壶关打通以后，石勒率部穿过太行山，在冀州一带先后攻陷100多个郡县。石勒呢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手下的兵力迅速增至10余万人。说当时的赵郡啊，有这么一个读书人，他是年少好学，博奢经史。此人姓张名斌，字孟孙，胸怀济世之才，可惜无处施展。这张斌呢，常常在家里边感叹世风日下。吾自言智算见识，不厚子房，但不遇高祖耳。说我自认为啊，才智谋略不输张良张子房，只可惜始终遇不上属于我的汉高祖。等到石勒大军席卷河北，这张斌呢
感觉他的春天来了，兴奋地和家人们分享他的心得体会，说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很快，张斌手提宝剑来到石勒的营前，大声高呼求见石勒。石勒对这种咋咋呼呼的自荐方式感到好奇，但是最开始并不看好张斌。时间长了，通过更深入的了解，石勒才渐渐意识到，这个张斌可不得了，机不虚发，算无一策。于是开始渐渐重用，将其引为谋主。我们看古往今来啊，但凡成就霸业者，一个智略过人的谋臣，在很大程度上胜过手握千军万马。曹操有郭嘉，刘备有诸葛亮，这个张斌呢，也即将在成就石勒基业的路上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张斌，还有很多读书人啊，相继来投奔石勒，再加上一些出身不高的士族，石勒也认识到自己想要成就大业，这些人才是必不可少的，于是成立了一个君子营，吸纳安置汉人中不得志的有识之士，专门为他出谋划策。这一项举措呀，成功招揽了不少人才。石勒呢，也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自身实力。谋臣团队有君子营，武将啊有最早跟随他的18飞将。按理说这个时候啊，石勒是完全可以取得更大的发展。始料不及的是，他很快就迎来了起兵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309年的9月，西晋幽州都督王浚派遣大将祁洪会同辽西段部鲜卑首领段务务陈，率领11万兵马讨伐石勒。石勒所部在飞龙山遭遇惨败，死者万余人。这是石勒和鲜卑铁骑的第一次交手，奈何对方的这个实力也太强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石勒选择避其锋芒，渡过黄河向南发展，暂时没法和王浚抗衡。但是对付晋朝的其他军队，石勒的骑兵啊，基本上是所向披靡。公元310年，西晋永嘉4年冬10月，汉国的新君刘聪以自己的儿子刘粲为帅，以始安王刘曜和征东大将军王弥共同领兵4万向洛阳进发。大军行至黄河以北，镇东大将军石勒率领精骑2万前来会合。汉军先在渑池击败了前来阻挡的晋军，而后呢，长驱直入洛川。随后兵分两路，刘粲是兵出轩辕关，在良辰如影之间接连攻破100多个城池营寨，而石勒呢，则领兵由成高关向东，又一路向南打到襄阳。在屯兵许昌之后，石勒收到西晋东海王司马越病死的消息，他马上率领轻骑追到苦县，制造了宁平城惨案，一举歼灭西晋10万主力。不久后，众人攻陷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虏。洛阳城破以后啊，石勒突袭蒙城，歼灭了苟息军团，苟息本人被俘虏。石勒任命他为左司马，但是苟息面对这个当初被自己打得四处逃窜的强盗头头，心有不甘，企图叛变。石勒发觉之后呢，立即下令杀了他。这个时候的大致形势啊，是汉国占据了黄河下游的大片土地。能取得这样的形势，身为汉国大将的王弥和石勒功不可没。这俩人是在同一年归附的刘渊，之后呢，在不同的区域征伐活动。表面上看，这俩人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可是私底下呢，都暗中较着劲儿。早在石勒俘虏苟息的时候啊，王弥曾不咸不淡给石勒写过一封信。信里面有这么一句，说攻获苟息而射之，何其神也！使息为攻左，弥为攻右，天下不足定。哥们儿，你抓了大狗，又委以重任，真牛！如若以我和苟息当你的左膀右臂，这天下他不就唾手可得了吗？石勒呀，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人，
但是悟性极高，头脑十分灵活。他隐隐的感受到了王弥的敌意和杀气。心腹张斌帮他分析了一下当前的局势，并建议找机会对王弥抢先下手。不久后，王弥和一个叫刘瑞的打得不可开交，战事吃紧，就向石勒求援。石勒呢，立刻派出援兵镇斩刘瑞，并在打过胜仗之后，邀请王弥前来自己的营中饮宴叙旧。王弥是高高兴兴来赴宴，两人无话不谈，把酒言欢，缅怀过去又畅想未来，从天下大事聊到世间百态，从南方的局势说到了中原的战况。不知不觉这个酒喝到了半醉半醒之间。石勒抬起手指了指大正门外，说了句：“你看那谁来了？”就在王弥扭转身躯之际，说时迟那时快，石勒手起刀落，一颗瞪大双眼的脑袋咕噜噜滚落一旁。枭雄王弥自此身首异处，饮恨归西。石勒杀王弥这段历史看似手段不那么光彩，实际上呢，确实不光彩。但是石勒杀王弥的迫切性是建立在王弥已经准备对石勒下手的前提下的。王弥麾下的大将曹逆，他的部队已经有夹击石勒的态势。石勒事先呢获取了王弥想要吞并自己的情报，于是隐而不发，在张斌的建议下设下类似鸿门宴的计策，成功除掉了王弥。石勒火并王弥之后马上给平阳的汉国皇帝刘聪上了一封奏表，说王弥意图谋逆，自己已经处决了他。刘聪心里是100个不乐意，王弥是先帝故交股肱之臣，你石勒居然给我来这么一手，先斩后奏。可是刘聪的意愿在这时候已经不能左右石勒，他心里有气，也只能克制，还不得不做足表面的文章，加封石勒为镇东大将军，都督兵幽2州军事，领兵州刺史，持节开府幽州牧。随着司马越、苟晞、王弥的相继覆灭，理应成为黄淮地区霸主的石勒却出人意料地选择向南进入江淮，驻军在了一个叫做葛碑的地方。葛碑的大致方位在今天河南平舆东北。石勒来了以后下令修造战船，建造营垒，准备顺着淮水直取江南。江南这个时候的形势是正处于东晋建立的前夕，江南市民共推琅琊王司马睿为盟主。当石勒驻军葛碑的消息传到建业，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司马睿马上调集兵马驻防寿春。你过来过来我就跟你玩命。正巧这个时候，从打北方的晋阳来了一封书信，跟随书信一块被送来的还有石勒失散多年的母亲以及他的侄子石虎。给他写信的人是刘琨，这个人咱们在上一集也有所提及。刘琨的关键词是闻鸡起舞，驻守晋阳，是当时晋朝在北方为数不多的军事力量。双方本来是敌对的势力，那么刘琨为什么要给石勒写信呢？他的主要目的是看到了石勒在汉国的关系很微妙，想要借这个机会劝说石勒弃暗投明，归顺晋廷。为了表明诚意，还特意送来了石勒的老母和侄子。历史上以书信的形式阵前劝降大将，甚至扭转战局的不是没有。比较有名的，比如后来的秋池一封与陈伯之书，直接劝降了陈伯之和他的8000甲士。比如萧衍2封空函定一州。但是刘琨给石勒写的这封劝降信几乎完全没起到作用。考虑到有送归老母的情面，石勒送给刘琨很多的宝马良驹、珍奇异宝，并且高规格的招待刘琨派来的这个使者。随后呢，
直截了当的拒绝了刘琨的好意，说事公殊途，非妇孺所闻，君当惩戒本朝，吾自疑难为效。你我各有志向，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你应该尽忠你的朝廷，我本是胡人，不可能为你效命。这档子事啊，很快就这样过去了。但是石勒屯兵葛碑，很快遇到了北军想要南下经常会遇到的难题。从打他们来到葛碑开始，老天啊，好像专门给他们打开了一扇天窗，然后就像对待花花草草一样，每天浇上一点水，一连着浇了3个月。雨水是稀稀拉拉下个没完，士卒们长期处于阴冷潮湿的环境，再加上一个军粮不济，军中很快是饥疫横行，死伤大半。困守葛碑让石勒心情很不好，又得报晋军已经集结完毕，形势紧急。石勒召开了一次军前会议，商讨进退去留的问题。商量了一圈，有的说啊，可以先假意请降，伺机而动；有的呢说咱们应该把营寨往高处挪一挪，避开积水；有的说啊，应该分道夜攻寿春。石勒对这些建议啊都不满意，于是转回头去问张斌，这你看该怎么办呢？张斌对石勒说了这么一番话：将军攻陷京师，求治天子，杀害王公，欺掠非主，着将军之发，不足以属将军之罪，奈何复相陈凤乎？说我们过去都干了点什么，自己心里都没点数吗？往事并不如烟，赶快断了请降的念想吧。去年啊，击杀王弥，不当来此。今天降淋雨于数百里中，是将军不应留此也。业有3台之固，西接平阳，山河四色，以北袭拒之，以经营河北。河北既定，天下无楚将军之右者矣。我们本来啊就不应该来这里。邺城呢是个好地方，以河北为根基，霸业可成。晋之保寿春，为将军往攻之耳。彼闻武去，喜于自全，何暇追及武后，为武不利也。以使辎重从北道先发，将军引大兵向寿春，辎重极远，大兵徐还，何忧进退无地乎？说晋朝啊，之所以屯兵寿春，是担心我们去打他们。我们可以让辎重啊先行离开，大部队呢反向做出攻打寿春的姿态，随后再缓缓北撤，这样就能进退有据了。张斌的这一段话对于石勒而言啊，不亚于诸葛亮、刘备的隆中对。这么多年以游击的方式南征北战，为汉国立下不世功勋，可是石勒始终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那么听了张斌的分析之后，石勒激动得很，挽起袖子拍手称善，马上擢升张斌为右长史，称呼张斌为右侯。之后呢，号令3军依计行事。但是在派遣疑兵去往寿春这一条啊，石勒稍微做了一下调整，他安排自己的侄子石虎统领这支疑兵。石虎很虎，性格残忍，游猎无度，刚刚来到葛碑，就时不时的在军中用弹弓伤人，军中将士无不痛恨。石勒跟自己母亲啊说想要杀了石虎，但是石勒母亲不同意，极力劝说，说越是健壮的小牛犊越是能坏车，你稍微忍一忍，等他长大了就好了，何必要杀他呢？石勒因此没有动手。可是任谁也没想到，这一头小牛犊啊，他可不是单单能坏车这么简单。着急了对自己的同胞骨肉，他一样是可以痛下杀手。那么石勒大军啊是缓缓北撤，石虎领着2000骑兵向寿春进发，中途不出意外的被晋军杀得大败。石虎狼狈逃命，追上大部队，结果把晋军的主力也给招来了。石勒的部队在这个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士卒疲病交加，军心浮动。
三军惊扰之际，石勒当机立断，下令各营原地结阵，做好迎击准备。慌乱退却不听号令者，立斩不饶。远处已经不断传来马蹄的声响，周围的山里隐隐约约有刀光闪现，杀机四伏，大战一触即发。但是等了很久，晋军并没有发起进攻，而是在观望了一阵之后，悄悄撤回了寿春。石勒的部队也总算脱离了危险。说石勒大军啊，从葛碑北撤，这一路经过豫州，到处是坚壁清野的兀堡。流民们把兀堡修的是坚固异常，军队的后勤补给出现了严重不足，这就出现了开场那一幕，军中大饥，士众相食。按照张斌的计策，经营河北，拿下邺城是第一步。但是当石勒大军抵达邺城的时候，刘琨的侄子刘演占据三台，负隅顽抗。这个三台啊，指的是曹操时期在邺城西北建立的铜雀台、冰井台、金虎台，三台并立，易守难攻。那么在张斌的建议下，石勒退而求其次，北上占据了襄国，就是今天的河北邢台。占了襄国，张斌马上又向石勒建议：今吾居此，彭祖越时所深计也，恐城堑未固，资储未广，二寇交织，宜急收野谷，且遣使至平阳，据臣镇此之意。说咱们啊，来到襄国安家，北边的王浚和刘琨肯定不乐意，恐怕不等我们准备好，这俩人就会来打我们了。眼下应该派人啊出去抢收粮食，并且现在还不能和刘聪闹翻，得赶紧派使者去平阳，说明我们占据襄国的用意。石勒听从了张斌的建议，派人领兵到周围解决粮食的问题，再派使者去平阳向刘聪汇报工作。果然是不出张斌所料，就在石勒立足未稳之际，幽州的王浚啊，派大将王昌联合段部鲜卑大单于段卷以及段卷的兄弟段茂碑、段匹敌等人，领精兵5万前来襄国攻打石勒。襄国有城墙啊还没修好，只能临时摆放一下栅栏作为临时城墙。鲜卑骑兵依然是势不可挡，石勒多次出战，全被段卷等人击败。一时间啊，形势危急。石勒想要出城决战，但是有过去飞龙山的沉痛教训在前，众将纷纷畏战。这个时候呢，张斌提出了一条更可行的建议。他说鲜卑人当中啊，以段氏最为勇悍，段氏之中呢，又以段茂碑所部最为精锐。我们可以在城墙上啊凿出来一些突门，等到鲜卑人来攻城，趁其不备突然杀出，专盯着段茂碑去打，击败段茂碑，则其余人可以不战自溃。平心而论，这是一条比较冒险的计策。张斌说的突门是什么呢？简单理解就是城墙的暗门，从城里把城墙挖一个大洞，这个洞呢既要很大又不能挖通，城里的人轻轻一撞就可以撞破，冲到城外，城外的人呢根本看不出来。这种情况下呢，守城的就可以突然出现在城外，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这条计策要想成功，至少要同时具备2个关键：一是必须要找敌人刚好没有防备的时机，二是必须要保证一下子就能击败段茂碑。这2个关键但凡有一个满足不了，胜败就很难说了。石勒听从了张斌的这个建议，命人秘密开凿突门20余座，严阵以待。说这一天啊，鲜卑铁骑来到襄国城北安营扎寨，石勒登上城头，向敌营瞭望，瞅准时机，亲自擂起战鼓，命令大将孔长率众出城杀敌。20余座突门在被撞开之后，眨眼间襄国城北是烟尘四起，一队队截胡骑兵挥舞弯刀，嗷嗷直叫，就冲入了鲜卑大营。孔长看准了段茂碑的营帐，集中兵力向其发动猛攻。段茂碑呢，
眼看敌人似乎一股脑的全都奔着自己这边杀来，马上顶盔贯甲，跨马率部迎战。鲜卑铁骑十分的彪悍，段墨卑呢更是勇冠三军，他们就这样生生扛住了石勒大军的攻势。一时间杀得兴起，段墨卑本人啊追着几名小校，居然追到了襄国城里。结果呢，猛虎架不住群狼，毫不意外的被生擒活捉。最为悍勇的这段墨卑被抓了，生死未卜。鲜卑各部人马马上全面溃散。石勒这边呢，乘胜追击，枕尸30余里，缴获鲜卑铠马5000余匹。这场襄国保卫战以石勒一方大获全胜而告终。事后众将提议将段墨卑斩首示众，石勒没有同意。他说：辽西鲜卑建国也，与我素无仇怨，为王浚所使耳。今杀一人而结一国之怨，非计也。归之必深得我，不复为郡用矣。这意思啊，就是放了段墨卑，他过后啊必然对我感恩戴德。几天后，鲜卑主帅段卷啊派人送来铠马金银，请求石勒放段墨卑一条生路。石勒呢欣然同意，一边派石虎去和段卷结盟，一边请出段墨卑，摆下酒席为其压惊。段墨卑在席间啊很是激动，对石勒一个劲儿的赌咒发誓，说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亲爹，我就是你亲儿。爹你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赴汤蹈火我是在所不辞。据说在返回辽西的途中，段墨卑每天都要向着石勒所在的方向啊拜上3次。自此以后，段氏鲜卑不再听命于王浚，幽州王浚的势力也开始由盛转衰。幽州刺史王浚啊，字彭祖，出身是太原王氏。早年魏帝曹髦想要诛除司马氏，曹髦的身边啊有2名心腹转回头向司马昭告密，结果导致曹髦被杀。这俩告密的有一个叫王审的，就是王浚的父亲。作为西晋的开国功臣，王审后来受封为博陵郡公。王浚在其死后呢，袭其爵位。经历八王之乱，王浚在幽州逐渐做大。王浚集团的势力基础啊，军事力量主要依靠的是辽西的段部鲜卑，政治社会力量主要是渤海高氏、河东裴氏、清河崔氏、颍川早氏等等这些世家大族。永嘉之乱发生以后，王浚假立太子，自为尚书令，逐渐有了僭越之心，他想要当皇帝。王浚是心存异志，很快呢引发了内部矛盾，一些人好言相劝，遭到了王浚毫不留情的诛杀，使得由是世人愤怨，内外无亲，就这样失去了世家大族们的支持。再经过襄国一战，石勒成功拉拢了段部鲜卑，王浚在军事力量上也开始大打折扣。说襄国大战半年以后的某一天，人在蓟城的王浚啊收到一封信，这信中大致内容啊是这样的：说我啊本来是一个卑贱的胡人，遭逢乱世，流离失所，跑到冀州，只是为了多活几天，并无大志。现在晋朝已经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啊！殿下您啊是州乡贵望，四海所宗，这个时候能来当这个皇帝的，除了您，我看谁都不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殿下您扫清障碍，希望您应天顺人，早登皇座。我对您的敬仰是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您在我心里就好比天地父母，如果能明白我的一片赤诚，也希望您把我当成您的儿子来看待。给王浚写这封信的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刀兵相见过的石勒。王浚看完这封信，掩饰不住的高兴，同时呢又疑惑万分，于是询问石勒派来的使者，说石公一时英杰，具有诏位，乃欲称藩于孤，岂可信乎啊？
信上所说的都是真的吗？我不是在做梦吧？”这个使者呀，是相当会说话的。他说：“我家石将军的确是财力强盛，但是殿下您乃是中州贵望，威行一下。况且自古以来有胡人当上辅佐名臣的，哪有胡人当皇帝的呀？石将军并不是没想过当皇帝，而是帝王自有历数，说白了，没有那个命当了也是白当。过去项羽是个狠人吧，到后来不一样是刘邦做了天下吗？可见光是兵马壮盛是不够的，石将军正是考虑到有项羽这前车之鉴，所以呢才诚心诚意的归顺于您啊。”又一轮马屁拍的这王俊呢是心神荡漾，当下对使者大加封赏，说半年前啊还是仇敌，半年后就要拱手称臣。以石勒的性格，莫非他是得了失心疯了吗？其实石勒早就有意要攻取幽州，但是王俊毕竟在幽州经营多年，于是石勒呢就想派个使者先到幽州去打探一下。和张斌商量以后呢，张斌说光派人过去还不够，咱们这么着，送礼呀要送到人心坎上。王俊名为近臣，实际上早就有了篡逆之心，以他现在的心情，正好迫切需要天下英雄为他所用，咱们刚好可以利用一下他求贤若渴的心理。于是石勒呢就按照张斌所说的，派出使者送信，同时不惜花费重金贿赂王俊身边的宠臣。石勒的使者啊，出使成功，要从幽州返回襄国，王俊也派自己的使者一路跟随。来到襄国，看到守备其实很空虚，城头站岗呢全都是一些老弱残兵，这使者呢顿时心里有了数。见到石勒，奉上王俊亲笔书信一封。石勒说：“这不行，您得站到我北边。”于是石勒北面跪拜使者，才接过书信。王俊送给石勒一柄锄尾，这石勒呢不敢拿着，恭恭敬敬专门安置在墙上，每天早晚跪拜，嘴上还说啊，看到这柄锄尾啊，我就像看到王公一样。这一番戏做足以后，王俊的使者返回幽州，向王俊如实禀报在襄国的所见所闻，并说石勒行事寡弱，款诚无二。至此啊，王俊卸下了所有防备，这还不够，做戏要做全套。期间呢，有王俊的部下想要投靠石勒，石勒直接斩杀来使，将人头送到幽州交给王俊处理。这样一来二去啊，王俊已经完全相信了石勒，彻底掉进了一个看似十分美好的圈套。这一年3月，石勒亲率一支劲旅，以当面尊奉王俊为帝的名义出现在幽州境内。消息传到蓟城，王俊的将领们纷纷请求发兵抵御，但是王俊本人美梦难醒，听到将领们的质疑声，他大怒着说：“石公来，正欲奉待我耳，敢言激者斩！你们这些小卡拉密懂什么？石勒这是要来奉我登基称帝的，再有敢说截击石勒的，立斩不饶。”就这样，石勒没有遇到任何阻碍，轻轻松松就进入了蓟城，顺利的程度连石勒自己都怀疑进城以后啊，会不会中了人家的埋伏。于是呢，他先把事先准备好的牛羊数千头放入城中，表面上声称是带来的贺礼，实际上呢是为了堵塞街道。这个时候王俊啊也预感到有些不对劲儿，但是仍旧执迷不悟。石勒部队全部成功进入城中，已经开始纵兵大掠。这个王俊身边的将领呢，请求调兵前去抵挡，但是王俊仍然心存侥幸，不许出兵。直到石勒领兵闯进他的府衙，士卒们冲过来把他擒住，带到石勒面前，这王俊才寻思过味儿，骂了句说：“胡奴啊，你竟敢诓骗老子！”石勒是面无表情的看着王俊，
一边看一边说：“你位冠元台，手握强兵，可是坐观本朝倾覆，却不去救援。现在居然还想自尊为天子，你兄弟的都不要脸面了，又任用小人残虐百姓，贼害忠良，独变燕土，这些又都是谁的罪过呢？”这一番话呀，说的王俊是哑口无言。不久以后呢，石勒命人将王俊押回襄国。王俊中途想要投水自尽，但是没有成功，最后呢，被斩首于襄国的闹市街头。公元314年的阳春3月，石勒千里奇袭，取得了幽州。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的节目，这是漫聊五胡16国的第3集，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们。石勒呀，已经占据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16国时期的后赵政权即将建立。白眉刘耀到底要怎样维系汉赵江山？暴君石虎又因何残忍到令人发指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